这俩老外跑去挑战广州塔400多米高空的泡泡电车，刚才还在下面嘴硬，一坐进全透明的玻璃缆车，看着脚下的万丈深渊，直接吓得怀疑人生。缆车稍微晃动一下，这美国小伙就吓得连连惊呼，直呼脊背发凉。这哪里是来旅游的，这分明是来练胆的。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看原片，看看老外是怎么被中国高度给硬控的。Oh my god. Wow. Oh my god. Wow. If you're afraid of heights, this is not a ride to go on. Oh my god. 今天的主人公是美国小伙凯尔和他的哥伦比亚女友瓦伦蒂娜，他们刚结束了香港的短暂行程，准备乘坐高铁前往深圳，正式开启中国内地的探险。说实话，来之前他们心里直打鼓，毕竟西方媒体嘴里的中国简直像个信息黑洞，什么没有网络自由啦，什么到处都是监控啦，什么过海关会被严厉盘问啦，简直把中国描绘成了一个生人勿近的堡垒。结果呢，刚到香港西九龙高铁站，刻板印象就被彻底击碎，没有纸质票，没有繁琐的程序，护照一刷直接进站。更离谱的是，过海关的时候，机器居然直接识别他们的国籍，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跟他们无缝对话。凯尔直接惊掉下巴，疯狂吐槽说，这明明是最基础最人性化的操作，为什么全世界其他国家就做不到？咱就是说，这波科技输出直接给老外来了个下马威，毫无防备地感受了一把什么叫中国速度和中国智能化。One doesn't do this. When you go to immigration control and you go to talk to the immigration officer, you scan your passport, normal, but then the computer determines what language you speak based on the passport that you scanned, right? And it speaks to you and gives you directions in your language. So there's no like miscommunication. It gave me all the directions about what I had to scan and the pictures I had to take in English. When Valentina did hers, it was talking to her in Spanish. 顺利抵达深圳后，俩人入住了福庆酒店。一推开房门，瓦伦蒂娜直接乐开了花，满脸写着不可思议。你敢信，在深圳这样寸土寸金的一线大城市，他们住3个晚上居然只花了100美元，折合下来一晚才200多块人民币。这在美国估计连个汽车旅馆的地下室都住不起，更别提什么服务了。结果这里的房间不仅宽敞干净，有着深灰色大理石纹理的高级浴室，甚至还配备了超大屏幕的投影仪和全自动的智能窗帘。凯尔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一样，疯狂按着墙上的控制面板，看着窗帘自动合上，直呼太棒了。物价低到震惊，物超所值这4个字，算是被中国酒店玩明白了。这还没完，走到街头，满大街整整齐齐的电动车更是让他们大开眼界。更绝的是，在地铁站里，他们还遇到了一个全自动的机器人冰淇淋机。掏出手机，打开支付宝，扫个2维码，机械臂就开始行云流水的制作冰淇淋。凯尔激动的直喊太牛掰了，这科技感直接拉满。Wow. Thank you, sir. That was so cool. And we got 2 little spoons. I said no more ice cream, but this is a 吃着机器人做的冰淇淋，换了个清爽的短发，凯尔和瓦伦蒂娜继续在深圳的繁华商圈里溜达。路过华为旗舰店，凯尔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看着那款售价将近3000美金的深红色华为3折叠屏手机，凯尔的眼睛都直了，连连惊叹这屏幕怎么能折叠成这样，科技感简直吊打欧美。 Huge. Wow. Wow. Be careful. You cannot I don't break understand that. how they get this screen to do that. Like. 接着他们又走进了理想汽车的门店。好家伙，凯尔一屁股坐进价值5万美元的理想保姆车后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还能一键躺平，带个小桌板，甚至还有隐藏杯架。老外躺在里面闭着眼睛享受，直呼这简直是国王的待遇。凯尔问瓦伦蒂娜，这车美国能买到吗？瓦伦蒂娜无情补刀，买不到，除非你搬到中国来。哈哈哈哈，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豪华配置，这性价比，真的是让全世界都羡慕好吗？ Don't worry about it. Cup holder. Wow. This is a huge screen. 逛饿了，俩人找了一家看起来挺高档的中餐厅。刚坐下，看着满桌子的2维码和平板电脑，俩人瞬间蒙圈了。点菜全靠翻译软件连蒙带猜。不过当食物端上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软糯香甜的红豆包番茄炖牛肉配松软的面饼，还有那金黄酥脆、酸甜可口的锅包肉，直接把这俩老外的味蕾给征服了。
瓦伦蒂娜闭着眼睛咀嚼，连连赞叹说完全没想到中国菜能这么好吃。吃饱喝足，结账时一看，这么多菜才花了35美元，简直便宜到离谱。不过结账的时候出了点小意外，凯尔的支付宝触发了风控，差点付不了钱，吓得他一身冷汗。但好在沟通解决了，这也算是给老外上了一课。在中国，手机支付就是王道，没有准备好简直寸步难行。第二天，重头戏来了，他们直奔传说中的华强北电子市场。各位吃瓜群众，咱们必须得好好唠唠这个华强北。深圳华强北位于福田区，那可是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它可不是单独一座商场，而是连片的大型数码商圈，汇集了赛格广场、远望数码、华强电子世界等几十座专业商城。这里早年是工业厂区，上世纪90年代转型电子批发市场，无数创业者靠着小小柜台打拼，很多知名科技品牌都从这里起步。小到微型电子元件，大到智能家居、智能穿戴设备，在这里都能一站式采购，货源直达工厂，不管批量拿货还是单独零售都可以谈价。每天数十万国内外客商到此进货，商品远销全球近200个国家。现在的华强北早已摆脱了以前那种山寨的刻板印象，原创智能数码产品随处可见。凯尔和瓦伦蒂娜走进这里，简直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彻底挑花了眼。看着那些坐在办公椅上的机器人，可以骑着走的电动行李箱，还有载人飞行器，老外直接被震撼到说不出话来。These are the suitcases I want, the ones that are electric and you could ride through the airport on. Perhaps you'd like to buy a flying car. You want to go on a ride? Let's go. 在华强北，凯尔算是把砍价技能发挥到了极致。他用蹩脚的中文加上计算器，和热情的老板娘一顿疯狂拉扯，最后竟然只花了40美元，就给瓦伦蒂娜买下了一副1:1高仿的苹果 AirPods Max 耳机。凯尔拿着耳机反复端详，直呼这重量、这质感、这阻尼，连里面都有苹果 logo， 连上手机还显示 AirPods， 简直离谱到不敢信。随后他又看中了一款装了上万个复古游戏的掌机，老板娘开价25美元，凯尔硬生生砍到了18美元拿下。瓦伦蒂娜在一旁笑得直不起腰，吐槽凯尔这架势，分明就是个哥伦比亚本地人在菜市场讨价还价。逛累了，凯尔又花了1块多美元，在全自动机器人咖啡机那里买了一杯椰乳拿铁。看着机械臂精准的加冰、倒咖啡、盖盖子，凯尔激动地用中文大喊：太好了！咱就是说，在华强北，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科技与狠活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Oh, there he goes. Now here comes the coffee. Now, the interesting to see is he gonna put a top on it for me. It topped my coffee. Now, the question is how do I... Oh, it slams the cap onto the cup. 夜幕降临，这对情侣决定去体验一下深圳的夜生活。他们打了个滴滴，10几分钟的车程才花了不到2美元，这出行成本简直不要太爽。他们来到了传说中的福田 COCO 购物公园酒吧街。各位，这地方可不简单，地处市中心 CBD， 紧邻平安金融中心，聚集了20多家酒吧，是深圳人气最高的老牌露天酒吧街，也被称作深圳小兰桂坊。这里业态齐全，既有安静聊天的清吧、驻唱小酒馆，也有适合蹦迪的潮流夜店。年轻人白领扎堆，露天外摆氛围感十足，地铁直达，出行很方便。凯尔和瓦伦蒂娜看着这里灯火辉煌、人声鼎沸的景象，彻底大开眼界。西方媒体不是天天抹黑说中国人都很压抑，没有夜生活，到了晚上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吗？看看这满大街喝着啤酒、听着音乐、蹦着迪的年轻人，这活力，这繁华程度，分分钟叫老外做人。谣言在这里不攻自破。在深圳的最后一天，他们来到了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刚走上天桥，凯尔就被楼梯中间的平滑坡道给吸引了。看到外卖小哥和带孩子的家长骑着电动车轻松冲上天桥，凯尔直呼这设计太贴心了。但真正让他们惊掉下巴的是公园里的无人机配送。你敢信？在公园里散步，渴了饿了，直接手机下个单，无人机从天而降给你送外卖。因为没有中国手机号，凯尔找了一位热心的中国大姐帮忙下单。当看到一架6旋翼无人机吊着黄色包装盒，精准降落在黄色配送柜上时，凯尔激动得像个200斤的胖子，连连惊呼。拿到那杯无人机送来的咖啡，凯尔喝了一口，满脸陶醉地说：“这比普通的咖啡好喝多了。”这哪里是科幻电影啊，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外直接看傻眼。
door should open, I think. 谢谢。告别了充满赛博朋克科技感的深圳，两人坐上高铁，来到了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广州。刚到酒店，他们就被房间里的智能语音助手小杜给逗乐了。瓦伦蒂娜用英语对着小杜喊了半天，小杜毫无反应，最后还是靠工作人员微信发来的中文语音指令，才成功打开了投影仪。看来这人工智能还有点水土不服啊。接下来重头戏来了，也就是咱们开场白里那段惊心动魄的挑战。他们直奔广州的地标建筑，高达600多米的广州塔，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小蛮腰。凯尔在塔下仰望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地科普说，这塔的高度大约是法国埃菲尔铁塔的2倍，简直是个庞然大物。等电梯以极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到433米的观景台时，看着脚下密密麻麻的建筑和蜿蜒的珠江，这俩老外已经开始疯狂咽口水了。更离谱的是，塔顶上居然还有个极速云霄的跳楼机。看着游客在塔顶边缘自由落体，听着那撕心裂肺的尖叫声，瓦伦蒂娜吓得连连后退，用西班牙语大喊：“我要死了，我绝对不做那个！”但为了拍视频，他们硬着头皮坐上了塔顶边缘的泡泡电车摩天轮。这就有了开场那爆笑的一幕，全透明的玻璃底板悬在几百米的高空，脚下就是万丈深渊。缆车在倾斜的轨道上稍微一摩擦一晃动，平时胆大包天的凯尔就吓得双腿发软，连爆粗口。瓦伦蒂娜也是吓得捂住嘴巴，直呼这体验太奇怪了。不过当夜幕降临，他们下到地面，看着广州塔亮起五彩斑斓的七彩霓虹灯，2道蓝色激光直射夜空时，他们在塔下疯狂自拍，瞬间觉得刚才的惊吓一切都值了。这中国基建的实力和高度绝对让他们大开眼界，彻底把西方媒体贬低中国的谎言踩在脚下。Guangzhou is a city that I didn't even know barely existed until about 2-3 months ago. And now we're here and I'm just so incredibly impressed. Taken. 从广州塔上惊魂未定的下来，俩人来到了一处热闹的地下夜市，找了一家重庆风味的餐馆大快朵颐。2碗铺满花生的拌面、炸鸡、芝麻饼，再加上2瓶啤酒，总共才花了11美元，物价低到让老外怀疑人生。不过这顿饭最精彩的绝不是食物，而是这家餐馆的老板朱小毛。这位老板简直是社交天花板，热情的让人根本招架不住。他一看有外国友人光顾，立马凑上来，对着镜头疯狂地跟瓦伦蒂娜比心，甚至用夸张的语气喊着你亲他，他亲你。汉凯勒，汉凯勒，汉凯勒，我是中国人，汉凯勒。欢迎你加入中国国籍，欢迎来中国国籍。没有。我想加入美国。You know Colombia? Colombia. Beautiful Colombia. Colombia. 哥伦比亚。Colombia. 哦，南美洲，美国、哥伦比亚2个。No, because he's jealous. He's trying to rob my girlfriend from me right in front of my face. He's got balls. He's jealous. Yeah， 你们还是你和他，爱欢欢喜喜。你 kiss you kiss me。Yes. 现在就 kiss。凯尔在一旁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完全听不懂老板说什么，误以为这老板是想当面聊他的女朋友。最绝的是，最后老板举起自己的手机给大家拍合照，对着镜头激情高呼：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友谊万岁，世界共同体。你好，哥伦比亚，欧拉。Hola. Yes. Yeah. 欧啦啦，欧啦，欧啦，和美国以及哥伦比亚友谊万岁，世界共同体。He's better than us. He's better than us. 我的天哪，这格局简直绝了！这画面简直是安全感拉满，友善度爆表。西方媒体嘴里的排外、冷漠，在这位热情好客的中国餐馆老板面前，直接碎成了一地玻璃渣。第二天下午，他们来到了繁华的北京路步行街，而隐藏在闹市之中的大佛古寺给了他们极大的视觉震撼。这大佛古寺可是一座千年古刹，始建于南汉时期，清朝重建后铸了3尊6米高的黄铜大佛，因此得名大佛寺。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夜景，傍晚灯光亮起，多层楼阁金碧辉煌，被大家称作广州版千与千寻，拍照特别好看。寺内大雄宝殿庄严肃穆，
进门能免费领香祈福，还有观音殿、财神殿、网红藏经图书馆可以逛。一边是热闹逛街吃饭的北京路，一边是安静清幽的古寺，闹中取静，反差感十足。白天适合静心祈福，晚上专门来看灯光夜景。看着眼前这座宏伟壮丽、灯火辉煌的传统建筑，凯尔连连惊叹，强烈推荐所有来广州的人都必须来打卡。随后他们找了一家传统的粤式餐厅，品尝了外酥里糯的红米肠、经典的叉烧包和看气十足的干炒牛河。这一口下去，老外的胃算是彻底被中国美食给俘获了。Entree, which is a pork soy sauce noodle dish. Looks pretty good. 在中国旅行的最后一天，他们来到了极具岭南水乡风情的荔枝湾泳。这地方位于广州荔湾区西关，是极具代表性的岭南水乡景点，全程免费游玩。古时候这里河道两岸遍布荔枝树，古诗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描写的就是这里，历史底蕴十分深厚。河道两岸保留着完整西关风貌，老式骑楼、青砖老屋、复古石桥错落分布，矗立着文塔、仁威庙等古建筑，随处可见岭南园林景致。游客可以搭乘木船泛舟河上，近距离感受水乡风情。泳边搭建有露天戏台，时常免费上演粤剧，旁边还有粤剧艺术博物馆，方便大家了解广府戏曲文化。沿路遍布地道小吃摊，逛累了能喝早茶，吃岭南菜式。每到傍晚，河道灯笼全部点亮，灯光倒映水面，氛围感十足。每年春节这里还会举办特色水上花市，热闹非凡。俩老外花10美元买了船票，坐在红色的画舫上，看着两岸的风景，直呼这里简直就是中国版的威尼斯。不过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瓦伦蒂娜也忍不住开启了硬核吐槽模式。她对着镜头大吐苦水，说中国什么都好，就是某些公共厕所让她有点崩溃。因为大部分都是蹲坑，而且通常没有卫生纸和洗手液，这让习惯了马桶的外国女孩直呼受不了。哈哈，这点确实，对于初来乍到的老外来说，这蹲坑确实不习惯。此外，她还特别强调，在中国旅游，充电宝绝对是保命神器。因为这里的一切消费，大到买车买房，小到买瓶水，全都是扫码支付。要是手机没电了，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过好在街边的商店都有充电宝，随时可以充电，实际上现金也是可以支付的。吃完最后一顿丰盛便宜的 biang 面和水饺，这对情侣的中国之旅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坐在酒店的床上，凯尔满眼不舍地说，中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从深圳的赛博朋克到广州的历史底蕴，从便捷的支付到热情的中国餐馆老板，这趟旅行不仅击碎了刻板印象，更让他们彻底爱上了这个国家。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节目做得还不错，那请你给我的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您的支持。订阅我，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内容吧。